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专属明文啦，协行证 2.0 的，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去更换啦。那首先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协行证 2.0 它的乐器的专属明文。因为我昨天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些观众在下面纠正我啦，然后我也是去跟客服那边确认了。那他这边就有描述说，根据自身的怒气，每获得300怒气就会拿到 1% 的伤害提升和 1% 的伤害减免，最多变成 5% 了。昨天我们看到官方的影片呢，上面都有写仅供参考，要等到实际游戏推出的时候才可以确认究竟是提升多少，所以它改是合理的，因为游戏没有推出嘛。如果是推出了之后才来改呢，这个才不合理，这个才是削弱。而且我觉得提升到 5% 的可能性其实是很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相信大家都应该看到我这个截图了，它的回复是讲会刷新，因为提升数值是按怒气来计算的。比如说我的怒气已经没了，就等于没有 buff 加成了。持续3秒的 buff 是在主将释放了技能之后才会生效的。我释放完技能3秒后，如果怒气恢复到300，那么就会提升 1%， 并不会像之前3秒钟的 buff 再进行叠加。那各位也知道，客服的话只能听一半而已啊。另外一个我想要测试的就是它这个旗帜，因为我在昨天的影片有说过，这个旗帜的专属铭文呢，可能是被大家忽略掉，会觉得说，哎呀，其实它这个提升很小而已，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你长时间打累积下来的话，你加起来的那个伤害其实是很可观的。我们先把秦始皇所有的专属铭文先转换过去吧。首先是书籍，因为工兵肯定是会用到专属铭文的嘛，所以转工兵是肯定没有错的。转了书籍之后再转硬币，全部都要用到10个转换石，这个是一个超大的开销。然后到它这个乐器，乐器是今天主要看的，看它转换之后测试出来实际是怎么样。因为如果根据官方的描述的话，它那个加成呢应该是用不到在秦始皇身上，因为他的怒气一直不断的在消耗，其实不太适合他用啊。可能 OK 这样子就搞定了。那我们先测试一下正常的统帅吧。这边有野蛮人也是挺多的，第一次释放技能，第二次释放技能，因为观众的说法是2轮技能基本上就会满了嘛，我们放满3轮技能吧。 OK， 然后回去不要把那个野蛮人打死，可能等一下我们要用到的。我们来看一下报告。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那个乐器的提升。我的第一次提升呢是在第4回合，这边有300怒气了嘛，所以提升了 1%。 然后接下来在第5个回合也是一样持续，因为你每个回合能获得的怒气就只有220点了，所以不会提升到太高，它需要差不多2个回合才会提升到 2%。 第6个回合的时候已经 2% 了。第7个回合还没有释放自己的主动技能，因为还没有满嘛，还没有满1000。然后到了第8个回合已经提升到 3% 了。第9个回合就已经释放了怒气，所以正常来讲一般都是 3% 啦，因为除非是说你的统帅真的有很高的怒气需求的话，可能会升满的比较多一点。那接下来他这边就会持续3个回合的伤害还有减免，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后面3个回合应该都是固定的。像他刚刚是第9个回合释放嘛，所以第10个回合、第11个回合、第12个回合全部都是 3% 的提升。那接下来比较关键就是第13个回合的时候变成多少，可以看到它变成 2% 了。那这里可能比较多的玩家会认为说，哦，它是慢慢下降了之后它会慢慢提升回去的。但这里我的理解是，其实它是已经重置了，是它在这边的过程中刚好就是提升了600的怒气，所以就变成说它已经提升到 2% 了。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然后这边我们看到第13个回合嘛，看有没有能力可以提升到更高的数值。然后在第14个回合依旧还是 2% 的，第15个回合 3%， 可是我感觉他要释放技能了。第16个回合他又释放技能了，所以就变成 3% 了。接下来应该是没有办法提升到 4%， 他释放技能之后又是固定在 3%， 所以基本上你们看到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固定在 3%， 没有所谓说哦你2个回合之后就提升到满分 6% 或者 5% 了，这个不太大可能啊，因为它是根据你拥有的怒气来判断的。所以关于这个乐器的专属铭文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啦。如果有讲什么统帅能够把他这个怒气提升到 4% 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本多终身了。来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吧，因为他这个怒气呢要求是很高的，因为你其他的统帅不管怎么弄都好，他肯定是在1000点怒气就释放了，骑兵更加惨了，骑兵可能900点怒气他就已经丢那个技能出去了，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如果是使用本多终身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升到4%？这个是肯定的啦，只是我们要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OK， 我们打完测试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它的报告是怎么样的。它这边百战百胜是可以提升到4%的。是可以的。那当他释放技能的时候呢，要提升到多少了？这个有点搞笑啊，应该是说现在全场能够提升到3%以上的，可能就只有本多终身有这个效果了。那可以看到他在触发的时候依旧还是只有4%啦，就是也是一样的情况啦。3个回合结束之后又变成1%了，看到吗？因为我没有带其他的副将之类的，所以当他这个百战百胜用光了3秒之后回去就是1%，也是为了给大家证实说这个是重置的，它不是连着去计算了，所以我才讲有可能他这个新的专属铭文设计呢，是设计给未来的工兵统帅做的铺路。可能之后工兵统帅呢，他可以吸取更加多的怒气，但是他技能释放依旧还是1000点这样子的设计啦。但其实就算他没有提升到5%啦，他这边7%加一个3%，况且他这个是所有伤害，所有伤害的话我们要乘以2，不管怎样都是很可观的一个收入啦。只是用在秦始皇上面可能就不是这么好了。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秦始皇，因为秦始皇他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啊，他是每个回合都是在自己消耗自己的怒气的，然后他这边技能释放呢，其实就是看自己怒气消耗了1000点，他才会释放自己的主动技能，所以他的那个判断的方式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这里我带的兵比较少，所以他可以释放比较多次的主动技能。那我们测试完之后就要把他给拉回去了，尽量给他打多几个回合啦，不然等下有一些观众不相信我啊。所以也是一样，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他的战斗报告。那我们可以拉后一点啊，其实不一定要看前面的，就是可以看到他的百战百胜其实可以提升到2%的啦，也不是说固定只有1%而已。因为他在这2个回合的时候，他已经有提升到至少400点的怒气了嘛，所以有一个2%的提升。那他后面如果他那个怒气减少，他自己用掉的话，会不会继续留着呢？这里依旧还是有一个2%，然后第4个回合的时候依旧还是2%，第5个回合2%，第6个回合依旧还是2%，就是他会有固定那个怒气在啦。这个可能是他的那个天赋影响的，让他有恢复一点怒气。但是你说要提升到3%呢，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但至少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很多啦。我原本想着说他可能只有1%而已啊，还是2%的提升。那我们看在他释放技能之前呢，这里他打出技能的时候是在第16个回合，也是一样2%的提升。OK， 这边最后我还要再测试看看，就是秦始皇被围殴的情况下，看他这个有没有办法提升在更高一点点的数值。这边有4个部队嘛，没有办法弄到6个部队啦，这里附近没有6个野蛮人这么多可以给我做测试。OK， 这边3个部队，它会不会提升的比较高一点呢？这里我们看最后它提升到了多少？可以提升到5%，秦始皇是可以提升到5%。因为到了这个时期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是已经打了多个的野蛮人嘛，已经是有4个部队了。所以它这个如果你们要提升高的情况下呢，就是你的部队要被打，被围着打。因为你被打的时候，其实你的怒气提升的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如果放在秦始皇身上是可以用到的。但如果你是单挑的话啊，你就不要去想这个东西了，因为我看到比较多人应该会去做单挑测试啦。所以有些时候呢，看单挑报告确实是不准的，但是我不太确定他是在第几个回合的时候就被多个野蛮人打，所以我们这边只能慢慢找。然后到了第38个回合的时候就提升到5%了，是可行的，是可行的。所以这个在野战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用到啦，这个你们可能在野战实战的时候自己去做一下测试，就是看他这边的伤害是不是能够提升到5%。反正我自己测试下来被夹击的情况下是可以提升到5%的。但是这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如果你的部队是被 AOE 打到的话，而不是被夹击的情况下，其实恢复怒气并不会比起你夹击的时候更加快。因为他那个怒气夹击的计算方式是，当我的部队受到一次普通攻击的时候就会恢复一定的怒气，对方的 AOE 伤害是不会让你恢复怒气的。所以什么情况下会提升到5%呢？这个算是一个救命的机制吧。官方可能会想着说，哦，你的统帅会被人家围殴啊，
所以在你被人家围殴快要死之前呢，至少可以打出一个5%的所有伤害，或者是5%的伤害减免这样子。他们的想法可能是这样，但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没有被夹击，你的诸葛亮啊、秦始皇啊之类blah blah blah打出来的那个数值呢，应该都是跟回它原本单挑的数值差不多，就是诸葛亮就会有3%哦，然后秦始皇就大概1%到2%左右这样子而已。那么关于这个专属铭文的部分大概是这么多。另外一个要看的就是旗帜的专属铭文，因为它这里说释放主动技能之后的5秒内，每造成3次基础攻击或者反击伤害，下一次基础攻击将不再造成基础攻击伤害，会转为相当于该次基础伤害150%的伤害系数直接伤害。那如果是秦始皇，他这个本来他的基础攻击就是技能伤害的话，他是怎么样去计算的？那刚刚我们打了野蛮人嘛，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的差别是怎么样，是怎样去计算的。所以在前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要等到他技能释放了之后 OK， 接下来3秒之内可以看一下 OK， 这里是已经开始触发了，是在他的主动技能释放了之后3个回合才开始触发的，然后要等到下一个回合的时候打出去。这里它是有写出来的，发动了基础攻击，该基础攻击转化为直接伤害了，所以它是分开来计算的，不是跟它那个技能伤害算在一起的。这里总共是1713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你们不要以为它这个专属铭文呢，好像提升不是很多，但换算下来其实变得很高的。那根据它这边的描述是说，在它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5秒内，看到这边它触发的回合呢就有11个回合，然后这边看到它第一次触发的时候就是它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的下一个回合嘛，所以它从这边开始计算5个回合，这个是第一个回合19、20，第二个回合，第3个回合21，在第22的时候，它这里就是打出它的伤害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变成1700的伤害嘛，那 OK， 然后第4个回合也是一样，把它的基础攻击转化为直接伤害了，在第23个回合，可是它第24个回合的时候依旧还是有的哦，这边是它技能触发的时候，照理来讲它持续5个回合的话，这边应该是没有了才对啊，但它这边持续还是有发动的，你看它还是打出了伤害。那如果是它下一个回合呢，又怎么去计算呢？这里还是一样打出了基础攻击，第25个回合，那我们直接看它总共是触发到几个回合好了，26、27、28、29，哇，它几乎每个回合都有打出去，30、31、32，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啊，这个是真的很可观的一个伤害来的，相当于你带了一个还没有提升任何数值之前的直接伤害，基本上都是每个回合触发，所以它这个就有一点强制性，要玩家要把技能丢出去了，因为有很多玩家可能就是喜欢拉扯啊，可能怒气会断掉啊，就没有办法用到这个专属铭文的提升。但如果你是可以持续打出你的伤害，就是怒气没有断的情况下，你看几乎每个回合都有打出去了，所以它这个专属铭文确实是很强的，但还是要看操控的人啊，到底会不会操控呢？总而言之，如果你们看报告的时候，就去注意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发动基础攻击，然后转化为直接伤害这个部分就可以了。那有时候他那边打出的伤害不是很多，963，但可观的情况下都是超过1000多的啦。但我现在看一下诸葛亮他这里的报告的时候更加夸张了，他这边直接是损失3370，比起秦始皇还要更多。然后在下一个回合2900，在第3个回合的时候，这边又重新触发了他的旗帜，然后这里还是一样把他的基础攻击转化成这个直接伤害，但他这个计算方式有点混乱了，我有点搞不太清楚啊，又变成3000多了。然后在下一个回合依旧还是有打出伤害3500，哇，我感觉诸葛亮用这个铭文还更强呢比起那个秦始皇还要更加强的感觉的。所以我个人是感觉说他这个新的专属铭文呢，其实是把一些其他的技能伤害统帅慢慢给拉回上来呀，而不是只是秦始皇而已，所以伤害还是很可观啊，如果你们有工兵的话还是可以去转换的。那接下来还要讲一下这一次更新呢，还有讲到那个皮肤的部分啊，因为在昨天官方的影片呢其实没有讲到这一次的新皮肤，这个是这一次奥西里斯联赛4强的队伍才可以拿到的皮肤，它后面有个蓝色的眼睛哦，还有另外一个紫色的皮肤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没有什么特效啊，也是一样太阳神在这里，刚刚那个应该也是太阳神来的
OK， 大概是这么多，其他的更新就没有了，还有包括这一次转换时的活动，其实也是跟着出现了啦，所以你们尽量跟着这边的要求去完成活动。简单的来说，谐星证 2.0 确实是强的，能转换就尽量去转换吧。OK， 大致上是这么多。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